你今年还看世界杯吗？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个月，央视和非法的转播权谈判依然卡在冰点，一边要价上亿美元，一边心理底线只有几千万。感觉小李我自打记事儿起看世界杯就跟看奥运一样，到了这个时候就得有这场下饭菜。也清晰地记得齐达内因为受到挑衅，用光头猛击马特拉齐，给小李带来了多大的心灵冲击。虽然面对这次僵局，大家的反应很多都是大不了看苏超嘛，但好像还是觉得世界杯突然不放了，总缺点什么。同时也好奇，为什么一场国际赛事能卡在转播权这个节骨眼上？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，看看世界杯商业化的4个阶段，你会发现，今天这场所谓的天价僵局背后，其实是世界杯的商业周期对撞。在第一阶段，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，那时候世界杯靠什么赚钱呢？是门票和东道主的补贴。电视机还没在全球普及，收听比赛主要靠收音机。直到1954年瑞士世界杯才第一次有了电视直播。在那个年代，非法的终极目标不是卖版权赚钱，而是让全世界看到。所以非法会以极低的价格象征性收费，甚至倒贴钱。1954年瑞士世界杯，欧洲广播联盟拿到了全欧洲的转播权，1分钱没花，纯白送。1958年涨到了5000美元，1962年是7.5万，到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才涨到80万美元，这就是当年转播权的市场价。转折点发生在1974年，阿维兰热当选了非法主席，他不仅带来了足球，还带来了资本。在这个阶段，真正的操盘手出现了，阿迪达斯的掌门人霍斯特·达斯勒。他跟阿维兰热联手，把可口可乐、阿迪达斯这些跨国巨头拉进场，之后成立了一家叫 ISL 的体育营销公司。这是足球历史上的一次范式革命，非法第一次把赞助和转播权打包变成了一件批发商品，卖给各地的广播联盟，转播费从几百万美元涨到了几千万。但这还是一个蜜月期，转播商乐呵呵的付钱，因为靠卖电视广告，他们能轻松的把钱赚回来。直到一个叫布拉特的人接过了非法主席的位置。这一阶段伴随着全球化红利、付费电视，包括再往后流媒体的崛起，版权价格开始指数级暴涨。非法把转播权按国家、按平台，甚至按场次切碎了拿出来拍卖。世界杯成了全球唯一能让几十亿人同时看电视的超级 IP，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世界杯，成了全世界转播商的执念。非法也开始疯狂的切香肠，按国家切，按语种切，按平台切。到了流媒体时代，连场次都能切，反正只有你想不到的切法，没有非法切不出的 SKU。数据也开始变得疯狂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，非法总收入是差不多76亿美元，其中转播权收入就占了将近1半。转播权彻底反超了赞助和门票，成了支撑非法百亿帝国的绝对现金流，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问题。把非法和腐败2个字一起搜索，可能够大家再看上好一会儿的。但这头牛吹起了一个巨大的价格泡沫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关键的第4阶段，也是当前这场僵局的根源。很多人以为全球体育版权都在缩水，其实不是的。现在的市场其实是割裂的，对核心市场来说，它依然是摇钱树。比如2026年的北美市场， Fox 和 Telemundo 早就花了大几亿美元把英西双语的转播权锁定了，价格还在涨。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的市场，逻辑就彻底变了。年轻观众早就不守着电视看90分钟的全场了，大家都在刷短视频集锦，传统的电视广告模式正在失效，转播权从稳赚的闭眼买卖变成了必须算进投入产出比的高风险资产。另外呢，还记得开头球迷那句“大不了看苏超”吗？听起来是赌气，但也是第4阶段最真实的写照。有本土赛事在抢眼球，世界杯不再是不可替代的。弄懂了这4个阶段，再看央视和非法的谈判桌，一切都很清晰了。非法的报价逻辑仍然带着第3阶段狂飙期的惯性，他们依然把不少地区对标成核心市场。一开始爆出2.5到3亿美元的天价，比上届几乎翻倍，就算后来降到1.2到1.5亿，也明显偏高了。比如印度这边，非法开价1亿美元打包2026和2030两届，一路砍到了3500万，还是没买家接。最近 Reliance 干脆报了2000万，还是被非法拒绝了。可见整个亚洲市场都在重新算这笔账。央视这边也有3笔账摆在桌面上，第一是时差要命，比赛大都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到上午9点，黄金档的广告就彻底废了。第二是国足缺席，没有主队，路人盘流失，全民关注度大打折扣。第三是大盘疲软，上届世界杯央视广告收入大约是50亿，扣掉成本和其他费用，利润已经很薄了。这届如果再天价接盘，几乎注定是巨亏。但非法其实也不是没看明白这个变化，但是偷偷在手里压着一张牌。中国观众贡献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全球数字和社交平台观看市场的49.8%，接近一半。这是非法敢于坚持高价的底气之一。你们这么爱看，价格自然不便宜。但央视心里清楚，
爱看不等于能变现，凌晨3点的播放量换不来黄金档的广告看例假。在短视频时代，看已经分裂成2个物种：黄金档你守着电视看90分钟的看，和刷15秒进球集锦的看。前者呢是养了广告主，后者只养算法。而非法这边也悄悄在给自己留后路。今年1月，非法和 TikTok 签了协议 ，TikTok 成为世界杯视频内容的首选平台。3月又拉上了 YouTube。每场比赛前10分钟在 YouTube 上免费看，部分比赛甚至全场直播。翻译一下就是：传统买家如果谈不拢，非法也能直接对接全球的流媒体平台分发。但有一个死结是，如果央视不买，按照以往的传统来说，在中国非法是不能跳过央视直接分发给其他流媒体平台的。所以即使非法一边用旧逻辑要价，一边用新工具布后路，央视还是会实打实的按真实变现能力给出真正合理的估值。2种生命周期的定价逻辑撞在一张谈判桌上，僵局也就成了眼前的样子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离开幕还有1个月，谁也不敢说就此盖棺定论。重大赛事的版权谈判往往就是熬到最后一刻才出结果。非法不会轻易的放弃中国这个最大的数字市场，央视也很难真的让球迷连一场世界杯都看不上。说不定哪天早上一睁眼，双方就在某个中间价位握了手，说不定也会有新的分销玩法冒出来，让其他平台也参与进来。最终是天价招单全收，还是各退一步皆大欢喜？又或者真的开创了一个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新模式呢？这事儿咱们小李会持续帮大家盯着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哪个凌晨3点又会有新的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的名场面诞生，让屏幕前的另一个小李记一辈子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